怎么跪了1个时辰，便跪不住了？臣妾不敢。令妃，借你的耳朵听听，这弹的是什么曲子？是昆曲的《惊梦》。听说你最近在学唱《牡丹亭》。臣妾只是闲来无事学着玩罢了，不急着邀宠，反而闲下心来了，不像你的性子呀。臣妾无能，不能得皇上宠爱。你无能？你的能耐可是无人能比呢。淑妃和12个的命都折在你手里了，你还无能？太后恕罪，臣妾不敢呀。不敢？淑妃临死前问起了坐胎药一事。这坐胎药里的古怪，皇帝知，齐汝知，哀家悄悄知道。淑妃这突然问起，自然不是从咱们嘴里说出去的。令主，您曾偷偷学了淑妃娘娘的坐胎药喝，后来却突然不喝了，自然是知道了其中的古怪。淑妃娘娘见皇上前，只在12个的灵堂上见过一回，除了您，还会有谁说出真相呢？太后，臣妾必是这坐胎药和淑妃的丧子之痛有关，淑妃才会伤心发狂，是吗？臣妾没有，臣妾不敢，臣妾真的什么也没做。傅家，你查出个什么好东西，拿出来让令妃瞧瞧。是。令妃，淑妃有孕的时候，你给她吃的东西全在这儿，每日1包，你自己吃下去，哀家就当什么也不知道。令主，您敢给别人吃的东西，怎么自己便不敢吃了呢？吃！太后恕罪，太后恕罪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那你自己说，到底做了些什么？说！臣妾一时糊涂，妒忌淑妃有身孕，给她下了会让肾气衰弱的药。但是臣妾不是有意也毒害12个的，我只是想让淑妃容貌受损，不得皇上宠爱罢了。那江雨斌赶回来为淑妃医治，中途因病耽搁了，也是你做的手脚了？是臣妾买通了医生，给他下了腹泻的药。哼，这么好的心思谋算，哀家在宫里这么些年，算是碰上一个厉害的。皇后娘娘召见令妃。容姑姑，
我们主被太后娘娘唤去了。太后如此在意淑妃，无非是因为淑妃才貌双全，能为太后办事。但淑妃吃亏在，她是太后明着举荐，皇上难免介怀。不如由臣妾奉太后心意，暗中行事。你？淑妃太过痴心，禁不住臣妾几句言语便自戕，心智不坚，不能成事。这种废子，也枉费了太后的心血调教。淑妃是废子，那你是什么？臣妾对皇上也有心，但不会像淑妃一样付出全部真心，不能自拔。淑妃深陷其中，又怎能对太后全心全意呢？唉，在这宫中，你可以有野心，可以有假意，但绝不能拿出全部真心，否则便是自寻死路。太后教导，臣妾铭记于心。太后肯教臣妾这些，定是允了臣妾为太后效犬马之劳。你有七巧玲珑心，哀家怎敢用你？太后，您经历了3朝，什么事儿没经过呀？臣妾毫无家世，能为您所用，替您办事，是臣妾的荣幸。既要哀家饶恕了你，还要以后保全你，还美其名曰替哀家办事。皇后娘娘召见令妃。臣妾再伶俐，生死荣辱也在太后一念之间。若太后能成全，臣妾粉身碎骨以报。太后，皇后娘娘打发了容姑姑，急着寻令妃娘娘呢。一定是皇后娘娘发现什么了。自己做的事，这便怕了？臣妾求太后庇护，臣妾甘受太后驱使，以报大恩呐。太后，皇后定是知道，淑妃死前在12个的灵堂见过你。这样吧，你不必死，但也不能逃了活罪，不然皇后那关也难过。淑妃百日祭礼之前，让皇后身边的容佩每日到你宫中掌嘴10下，以平皇后的疑心和怒火。让皇后饶过你这回，咱们再说以后的事。太后罚臣妾，就是救臣妾。臣妾谢过太后。臣妾因12个丧妻唱曲儿，被皇后娘娘罚跪去灵堂思过。当时，臣妾确实见过淑妃，可淑妃那时神志恍惚，所以未曾交谈一语。3尺之上有神明，臣妾若胡言乱语，定有上苍睁眼看着，请皇后娘娘明鉴。发誓，令妃发誓随口就来。淑妃已不在人世，也无人对证。那日，淑妃娘娘并未带侍女进灵堂，的确没人能够证明令妃对淑妃说了什么。但淑妃之死，的确是在见过令妃之后，令妃一定脱不了干系。娘娘，太后下旨，淑妃娘娘百日祭礼之前，让奴婢到令妃宫中每日掌嘴10下，以示惩戒。太后为何下旨？福家姑不说，太后气怒，
令妃在12个丧期唱曲儿行为太过，更觉令妃在淑妃生前见到她神色不对，却未及时禀报，不然淑妃或许能有一救。太后既已处罚，本宫也不好再多说什么，就按太后的意思办吧，让她下去。是。淑妃娘娘惨死之前，只见过您。本宫没有害她。您未察觉她神色不妥，及时禀报，否则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。您当然害了她。太后罚您，您服不服？服。奴婢告退。主儿，主儿，听说太后为了淑妃的事，整日命令妃掌嘴受罚。说来，淑妃这么突然就没了，总觉得事情有点蹊跷。淑妃临死前在12哥的灵堂见过令妃，当中发生过什么，我也总有疑心。问了令妃，她也不认。本想送了令妃去慎刑司，没想到太后出面责罚了她，我也不便再说什么。总觉得这个令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说来，淑妃也着实可怜。才过去没多久，拜林氏就要入宫了。听说还是玉壶姑姑亲自去接她的，皇上还直接给了嫔位，封皓影。巴陵氏是巴陵部亲王的女儿，巴陵部全族是力战准噶尔的巴图鲁，是准噶尔的劲敌，封嫔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这皇上不是已经许嫁了端淑长公主吗？为何又纳准噶尔劲敌的女儿入宫？劲敌之间互相制衡吧。皇上也是未雨绸缪，思虑周全。景四，这五公主生得如此漂亮，怎么就患了心症呢？不难受的时候还好，难受起来，小脸变得通红。娘娘，姜太医说了，只要咱们小心再小心，不会有大碍的。娘娘请安心。不会的，景四不会有事儿的。好了，今日影嫔娘娘入宫，奴婢先告退了。主儿，主儿，影嫔，本宫还没爬起来，怎么就来新人了呢？影嫔娘娘安。影嫔娘娘，您到了。日夜兼程，总算是到了。这圆明园果真漂亮。主儿，你往后不是住圆明园啊，就是住紫禁城，都漂亮，都由得您住呢。
玉壶姑姑，我住哪儿啊？皇上一定都安排好了。同乐院已经收拾好了，应嫔娘娘，请吧。这草原上伺候的人够多了，跟宫里一比啊，还是少。哎，拜见银主儿，梳头嬷嬷已经来了，准备给您改装。改装？您如今是宫里的主儿了，不再是草原上的小公主，您这种装扮自然要改，不然怎么伺候皇上呢？啊，那就改吧。咱们满人的规矩得梳小两把头，扎燕尾。您进了宫，规矩可都得改。改吧。主儿，那儿，哎，别说话，别说话。嘿，哎呀，主儿，扇子铺高一些。站那，站那。那有一只。哎，又飞了。这蝴蝶可真大，真好看。看来父王是诓我的，都说宫里闷得慌，我不觉得呀，我觉得好玩的紧呢。快帮我找找，哎，这儿呢，哎呦，这是哪位主啊？冲撞了皇上，还不请安？皇上，你是皇上？哼，你认识朕？在画里见过。本人比画上好看，画里的人不会笑，冷冰冰的。哎呦，这位主，可不能言语冒犯啊！你是新入宫的巴林是吧？是。主，快请安，给皇上请安。好，影嫔，看来朕的封号没错，果真是天真聪颖，人也生得娇俏。好。陪朕走走。是。果然是新人，3言2语就哄了皇上欢喜。主儿，您别急。本宫能急什么呀？都这样了，本宫一定要等。等到机会重新来过。皇上昨夜还是歇在影嫔那儿了。是，自从皇上那日偶遇了影嫔，便喜欢她不得了。影嫔性子天真烂漫，得皇上宠爱也是情理之中。宫中的新人就跟御花园的鲜花一样，一茬一茬开不败。逝去的也就逝去了。还有几人能记得呢？您是指淑妃娘娘？娘娘，皇上过几日要到木兰围场秋闲，您得想好了挑什么人过去伺候。本宫刚出月子不久，就让影嫔和客嫔去吧。皇上还带4阿哥和5阿哥，那自然也会带上嘉贵妃和余妃。娘娘，有件事，奴婢不得不说，还望娘娘宽恕奴婢失言之罪。你说便是。咱们12阿哥是嫡子，但到底年幼，眼下皇上最喜欢的是4阿哥。奴婢想，嘉贵妃是不安分的，又有御史这个靠山，怕是想替4阿哥谋夺太子之位，也未可知。嘉贵妃是一向有这个心思的。除了4阿哥，皇上还喜欢5阿哥。若皇上动了立长的心思，自然是选5阿哥比选4阿哥好。可即便是5阿哥养在娘娘膝下过，恕奴婢说句不知轻重的话，5阿哥到底不是从您肚子里出来的，
再好再孝顺，也是隔了层肚皮的。容贝，自永基出生以来，本宫这心里颠来倒去的想了许多次。永基虽然是嫡子，但他还小，一切也未可知。若永琪贤能有担当，立他为储君也是好事。永基呢，将来做一个尊贵的王爷也不错。娘娘真这样想？你我之间没有虚言。今日皇后的身上怎么这么香？难道是用了西洋送来的香水？一路过来荷香满院，许是衣服上沾了荷花香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说那西洋香水不易得，不大舍得用呢。倒是上次皇上送的西洋字明钟，娘娘喜欢得很，可如今怕吵到五公主，也收起来了。真一想到景嗣这个女儿就心疼啊。臣妾知道皇上心疼景嗣，所以好东西臣妾就收起来，等她长大了给她做嫁妆。景嗣自有景嗣的，朕送你的好东西千万别浪费啊。皇上，尹嫔娘娘正在外头候着呢，准备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试膳。去带她进来。这尹嫔啊，进宫没几日，你还没见过吧？是性子和你一样的人。哦。皇上晚安，皇后娘娘晚安。臣妾巴林氏叩见皇后娘娘。果然相貌颜好，谢皇后娘娘夸奖。起来吧。臣妾初初入宫，知道宫里面什么都不缺，就备了一些臣妾自己喜欢的无锡大阿服，准备送给12阿哥和5公主。这大阿服虽不金贵，却是臣妾的父王千里迢迢弄来，臣妾收了许久的。希望皇后娘娘和12阿哥5公主不要嫌弃。留了这么久的东西都可以送给12阿哥和5公主，这份心思怎会不金贵？本宫替12阿哥5公主谢过你。笑得这样天真烂漫，在家的时候，巴陵王一定很疼你吧？皇后娘娘说的极对，臣妾的父王有好几个儿子，却只有臣妾一个女儿，父王最疼我了，还总是说希望臣妾可以做一只女罗，一辈子依托他就好了。朕呐，也喜欢女罗的婉顺，不过朕更希望景嗣像玫瑰一样，带刺却不易攀折。景嗣还那么小，皇上就说这些，到底是阿玛疼女儿啊。主，奴才给令主请安。哟，这儿可真热闹。我跟令主有几句话要说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哟，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奴才这是心疼您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再说这掌嘴呀，一则是为了提醒您以后行事要更加谨慎，二则也是安慰，说明现下其实并无谁有实据要您性命啊。
本宫这条贱命，谁都能要。难道本宫这辈子只能忍辱偷生，再没有机会了吗？令主儿，您昆曲儿唱得好是实情，可要是在圆明园没人喜欢，不如就换个地方唱。换哪儿都讨人嫌。圆明园人多热闹，可这要到了茫茫原野、荒郊野地儿，您这歌声可就成了稀罕物了，是不是？此次征调粮食之事，朕听说你们两个很用心呐。回皇阿玛，当日湖北、江西急调米粮已经到了江南，只是灾民越来越多，所以才发生粮食短缺。而为就近拨米，就是为了防止饥民生事发生暴乱。江南水患最在河宫滩淌，儿臣与四哥跟随几位老大人调拨米粮，严令米粮直运江南，不许层层拨下，以免被各地克扣。如此，米粮就都到了灾民的口中。你们两个用心当差，朕很是欣慰。等手边的事情搁一搁，朕带你们去木兰秋险。是。皇阿玛，去岁木兰围场行刺之事，虽然后来不了了之，但以后必要加强戍防。为了万全，儿臣愿意在皇阿玛身边戍守在侧。令主找奴婢来，可是挨了这些日子的掌嘴，就受不住了。自己的事自己受着，这点责罚不用太后怜惜。本想爬起来为太后分忧，可奈何这都做不好。这就气馁了？自然不。可皇上木兰秋险也没想着要带令主您。姑姑，我请您来，就是有事儿要求太后。令妃病了，是，鲍太医去看过了，确实犯了肝气。令妃请求回宫静养，说是避免病气传人。也好，皇上不日就要启程去木兰秋险，留了太后和嫔妃皇子们在圆明园清养，倒也不便一个病人杂居其中。令妃既然请求，就送他回宫吧。是。此次木兰秋险，朕也想带你去，可你刚出月子，不宜劳累，还是留在圆明园休养吧。景嗣的身子，臣妾也是放心不下。此次木兰，就让尹嫔和客嫔跟随吧。这嘉贵妃啊，也求朕，嚷着要去。可朕不想她留在朕的身边聒噪。这于妃呢，自愿留下来照顾众皇子，而且这园中的琐事也可以替你料理。哎呀，朕的后宫中啊，要是多一些像于妃这样不思争宠，只求后宫安宁的妃子，那朕可就安心多了。哦，令妃抱病，臣妾已经派人送她回宫了。皇后做主便是。皇上，此去木兰虽然戍守多了2倍，可臣妾还是放心不下呀。朕知道，可是这木兰秋险是祖制，朕必须得去。那皇上还是得多加小心。放心吧。主，我们总算出来了。此事若成，是太后的恩典。旁人能把我们救到这儿，春蝉，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。永成啊，刚才见你骑马，骑术进步了不少。
儿臣为皇阿玛戍守在侧，弓箭和骑术自然不能落后。敬忠公公，敬忠，事情奴才都给您安排好了，只是还得委屈一下您。只要事情能成，本宫怎么都不委屈。那咱走吧，走吧。我这一次有4匹马，我快赶上妹妹了。1、2、3、4，我也有4匹。你哪有4匹？你耍赖！谁耍赖了？3匹，是不是3匹马？好好，就算3匹马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。啊，妹妹你又赢了！皇上，我又赢了，如何？甚好，再摆一局吧。好，我们再来一局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你。好，我让着你。这次我先来。皇上，尹嫔娘娘和克嫔娘娘都已经回去了。哦，这回只有尹嫔还有克嫔跟来是吧？是，皇上，您要是觉得无味的话，蒙古王公们都有进献侍奉的女子。罢了，他们都有着相同的气性，过于豪迈，过于英气，甚是无味。皇上，您骑马一天，累了，身上酸乏得很。汤泉那儿已经伺候好了。好，照旧吧。李煜，是，叫人给朕按按。这。干嘛的？进来给皇上按摩的。仔细着点儿，好好伺候。走吧。刚才进去的是什么人？来给皇上按摩放松的蒙古仆妇，是李公公安排的。回皇上，师傅到了，给您松筋骨的。都下去吧。用饭吗？怎么回事？手没劲儿的话，换别人吃。令妃。怎么是你啊？皇上，
是臣妾。朕记得皇后之前说你病了，要回宫中休养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臣妾一直惦念皇上，想着若不见上皇上一面，哪日撑不住，岂不是终生抱憾？所以拼着一死，来了木兰围场。那你病的要不要紧啊？回皇上话，臣妾一直见不着你，思念过深，忧思伤肝。如今见着皇上，有皇上龙气蔽体，什么病都好了。皇上，臣妾想您。你想朕好好求见就是了，弄成这个样子干什么？臣妾悲切，修见天颜，这般模样，还请皇上恕罪。你这大老远跑来，也算是有心。朕瞧你的样子，怪可怜劲儿的。起来吧。臣妾久未见皇上，但是始终以皇上喜好为念。今日新练了几曲，有所精进，还请皇上品鉴。好，唱吧。好，朕许久没听你唱曲儿了，确有精进。下来伺候吧。是。月色正好，疏影横斜。这个时候啊，宫里的凌霄花大约也开得正盛啊。您救护臣妾那一日，宫里的凌霄花开得正好。皇上，臣妾一生有那一日得您一顾，是臣妾的三生之福。给皇上、令妃娘娘请安。影嫔妹妹刚进宫不久，就能看见这么一出大戏，真是难得吧？我母妃御下极严，妾室们畏惧。真是未见过这般会争宠的人。今日算是开了眼界吧，咱们姐妹俩可做不来这种狐媚。姐姐说的对，皇上冷落令妃都快2年了，这冷不丁儿就能复宠，咱们要是再不一条心，将来还有咱们姐妹们的立足之地吗？你听听这笑声，不就是侍寝吗？跟谁没伺候过皇上似的。
姐姐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听，就拿这个把耳朵堵上。师傅，您找我？金钟，你如今竟敢弄鬼啊！令主的事可是你安排的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令主怎么就混了进来呀。你不知道，汤泉的事是你提的。皇上每次骑马一天累了都要去泡汤泉，而且伺候汤泉的人是您安排的，我压根不知道啊。皇上，臣妾在这儿呢。你倒是撇得干净，那好好的仆妇怎么就换成令主了？这样没个内鬼能成事儿？师傅，我真不知道，守着汤泉的是凌大人和晋宝。你少狡辩！令主失宠的时候，晋宝就没有替他说过半句话，倒是你鬼鬼祟祟的求情。就算是我从前糊涂，可现如今我人在这地儿，哪能安排人和车让令主出宫啊？我怎么也没这天大的能耐呀！师傅，您可别冤枉了我，说不定是宫里面有人安排了这事儿呢。听说三阿哥和福晋完颜氏极要好，形影不离，真是替纯贵妃姐姐高兴。是啊，也是永璋的福气，他们夫妻这么和睦，我就盼着呀，他们能早日为皇上添个皇孙呢。皇后娘娘，李公公送来的消息，请您过目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怎么了？是皇上有事儿？果然出事儿了。令妃复宠？令妃不是回宫了吗？怎么会在木兰围场唱出这样一出戏来？令妃此举大胆，私做决定，手段下作，姐姐可不能轻饶了她。令妃是太过火了，这事儿还得皇后娘娘拿主意。纯贵妃，本宫也希望永璋和福晋可以为皇室延绵子嗣，所以命造办处烧了一对麒麟送子的瓶子，希望他俩平平安安，早生贵子。你带回去给他们吧。多谢皇后娘娘。主儿，这令妃又复宠了，还真是潮落潮又起呢。皇上对您呀，永远这么不咸不淡的，您倒是能心平气和。咱们不在背后议论这些。奴婢只是想不明白，皇上他喜欢令妃什么呀？您真静温和，您又那么……别说了。今儿还没画画呢，回去再画几笔吧。皇上审我。影嫔，你来试试吧。是。
好，不愧是蒙古女子，英姿飒爽的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尹嫔妹妹骑术不差，射箭一家，不知令妃姐姐如何？皇上，臣妾不善射箭。令妃，没关系，本是玩意儿嘛，来试试啊。此箭，朕教你啊。好。大弓，摆正，好，往前倾，手握紧，拉弓，好，射。果然不善射箭。柯嫔姐姐，令妃姐姐对射箭还真是不擅长，算了吧。令妃姐姐会的，咱们也不会啊。唱起昆曲儿来，谁能比得上令妃呢？皇上，午后射猎，臣妾与尹嫔妹妹陪您去吧。好，令妃，你不善射箭，留在这儿等朕回来吧。啊，是。走。令妃在木兰围场闹腾得很，硬是把客嫔跟影嫔都比下去了。除了骑马射箭的飒飒之姿不说，还有温汤趁着昆曲的袅娜情韵，如何不动人情场？令妃为了向上爬是不择手段的，她的这些谋算，就算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做的。他称病回宫，却去了木兰围场，这足以证明他品行低劣。是啊，令妃轻薄粗鄙，怎么就魅惑了皇上呢？这是他的短处，也是他的长处。长处，宫中嫔妃各有所长。如果以画作为例，我们到了皇上跟前儿，都已经成作。虽各有风貌，皇上大多也是欣赏，可令妃不同。姐姐此言何意啊？她现在的所知所想，都是由皇上不经意间一手栽培的，且她对皇上事事顺从，哪怕是陆学九邀宠之后，皇上失了面子，也并未降她的位分。如今，她有这般手段复了宠。说不准，哪天又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情了。先不说他了，永琪如何？这眼下的风头，都是永成的。无妨无妨，回宫再说吧。该你了。臣妾请皇上安。找了半天不见你人影，原来你在这儿。你手怎么了？皇上刚走，主就练了一天的剑，而手指上的皮都磨破了。你这么逞强，不怕伤到手吗？臣妾不善射箭，就不便侍奉皇上。作为妃妾，这是臣妾的不足。臣妾一定要将剑术练得炉火纯青。好，好，朕教你。来，这样。你看，皇上好厉害！再来。
起驾！给令妃娘娘请安。给令妃娘娘请安。臣妾请皇后娘娘安，愿娘娘凤体安康，福随绵长。有令妃侍奉皇上，皇后娘娘自然安康。令妃的脸是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淑妃之事，臣妾欠下的掌嘴，先自行补上了。淑妃之事是太后下旨惩罚，你该先去向太后禀告。太后让容佩监行，就是让臣妾知道，受皇后娘娘管教是臣妾的本分，而且臣妾私去木兰围场，违反了皇后娘娘治下的宫规，所以是该先来向娘娘告罪。令妃明知违反宫规还要做，那就是明知故犯。臣妾自知犯下大错，甘愿受罚。令妃的病如何了？之前说是犯了肝气，才许你回宫休养。哪想到你千里迢迢去了木兰。臣妾想着自己病重，怕再见不到皇上，所以才冒死去了木兰。如今有皇上龙体印币，臣妾已然无恙了。既然已经无恙了，你又自己来领罚，那就今日起半个月，你每日行板柱之法2个时辰。春蝉，你是跟着令妃去的，杖责3时。臣妾谢皇后娘娘。只是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召了臣妾今夜侍寝，可否容臣妾明日再受罚？容佩明日会去永寿宫看着你和春蝉受罚。是，臣妾告退。你呀，总是别出心裁，就像那日在汤泉畔伺候，总是让朕耳目一新。皇上长情眷顾，不厌弃臣妾罢了。你能让朕不厌弃，那便是你的好处了。臣妾多谢皇上隆恩，只是皇上，下半个月恐怕臣妾就不便侍寝了。怎么了？臣妾私自去了木兰围场，皇后娘娘就罚臣妾受板柱之刑，臣妾也甘愿受罚，只是每日2个时辰下来，头晕目眩的，不便伺候皇上了。这板柱之刑是罚有错宫女的。是啊，臣妾呀，曾是宫女，所以知道此刑。这受刑之人弯腰伸臂，用双手扳住双脚，身体不能弯曲。朕还听说这受刑之人会晕眩不已，而且呕吐成疾啊。皇上，臣妾思慕您扮成宫女私自去木兰围场，
确实犯了宫规，皇后娘娘无论怎样惩罚臣妾都是应当的。皇后若是不责罚你，她也无法好好的管束后宫。你就听皇后的教诲吧，朕会让太医给你好好医治的啊。臣妾知道了，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臣妾什么都不怕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。还有半个时辰呢，令主受不了了。不受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停。给娘娘请安。包太医怎么来了？皇上知道令妃娘娘受罚，也知道板柱之刑之后娘娘身子难受，特命我前来照看医治。皇上施恩，令主好福气啊！快好了，包太医再等等。是。容梅姑姑，快好了吧？好了。皇后娘娘满意了吧？只要令妃娘娘不犯事儿，皇后娘娘就满意了。臣妾多谢太后指点，若无太后，臣妾哪有今日啊？太后乃是臣妾的再生父母。体面话不用多说了，既然得了皇帝宠爱，好好惜福。是。太后，你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哀家早就说过，达瓦齐这种野心勃勃的狂徒，既敢杀了多尔扎自立，怎会取得公主就有心收敛？如今果不其然，惹出祸端来了。哀家看皇帝怎么收拾。说来也是达瓦齐太自负，皇上已经对他格外优容，他却毫无知恩图报之心。哀家恼的是，恒绰驾驭达瓦齐不久就出这样的事，显见达瓦齐没有将恒绰放在眼里，更没有将大清放在眼里。太后，达瓦齐就这么沉不住气啊？这达瓦齐简直就是狂妄自大。皇阿玛将杜尔伯特部移居乌利亚苏台，达瓦齐便公然叫嚣不肯遣使来京参见，扬言必要车灵移出乌利亚苏台才肯罢休。准格尔部与杜尔伯特部的纷争由来已久，今次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，夺走了大批牲畜、粮草、财物，还大肆掠走妇孺。车灵身为部落之首，忍无可忍，只得率部众离开世居之地，东归大清，求得庇护。准格尔多年来便是蠢蠢欲动，达瓦齐又是野心好战之辈，此时杜尔伯特部来归，一是不服于准格尔的种种霸行，对其余蒙古各部而言，也是对我大清表示示好归顺之心。车灵率万余众倾心来归，朕甚是欣慰，不必理会准格尔。朕会封车灵为亲王，以表嘉奖，为以示郑重。永成，你与礼部共同筹备接风事宜。永琪，你也跟着去学学。儿臣遵旨。儿子啊，皇上真让你去筹备杜尔伯特部的接风礼仪呀？也不只有我一个，还有武帝呢。傻孩子，你武帝怎么能跟你比？哎呀，你筹备的时候可要多用点心，就更得你皇阿玛喜欢了。
哎呀，儿子记下了。不过皇阿玛左右也是安排差事，今儿也安排，明儿也安排，儿子都惯了，都快累死了。你呀，如今得意，又得你阿玛宠信，哪个皇子能跟你比呀？不过这话说回来，如今你得皇上看重，皇上也会常来咱们启相宫坐坐吧？会的，会的，只要儿子在呢，皇阿玛就忘不了您。哎呦，这几天啊，忙活死了。就知道吃斋念佛。怎么了，永璋？皇阿玛有什么差事，只惦记着老四，连武帝都是捎带陪衬的，儿子能有什么办法？皇上恐怕已经快忘了有你这个儿子了。额娘没用，是额娘没用啊。额娘，难道咱们只能这样了吗？是啊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还真是没有我们母子的立足之地。我朝一直有立贤之说，永成年长出色，永基这个嫡子年幼无知，只怕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，我的日子便更不好过了。额娘，三哥，有人回来啦。这是我画的佛母图，今日还得了皇阿玛的赞赏呢。旁人的儿子被皇上看中的是才干，我的儿子却因图画尤异被赏识。额娘，是孩儿画的不好吗？不是，画得好。四哥，五弟，咱都下学了，是不是该一同去往吕布上一典仪了？你立在这儿做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一时伤感罢了。有什么伤感的，不如说来给为兄听听。皇阿玛命四哥和我对多尔伯特部亲王车陵郑重相待。我只是想，皇阿玛如此厚待车陵，是要将达瓦齐放在何地啊？毕竟他是端叔姑母的夫君，也总得顾及一下姑母的颜面吧。要不然姑母该如何自处呢？五弟还是年纪小，心肠软，想得多。这样，咱先一起去礼部，不能耽误了差事，好吧？好。走。朕一直以为你明事理，没想到你心中只有家事，而没有国事；只有亲眷，而没有君臣。儿臣只是惋惜端叔姑母的际遇，才偶然感叹，希望事有两全，既可全多尔伯特部东归之意，又能保端叔姑母与皇阿玛的兄妹之情。世事难两全，何者为重？你身为皇子，却如此糊涂，却不知你的一言一行传到别人耳里，他们会认为你别有用心吗？你不好好跟永成学做事也就罢了，还背后诸多非议。你出去，在养心殿外罚跪1个时辰，好好思过。多尔伯特部亲王之事，不许再理。儿臣知罪认罚。皇子里，也就永琪还出色些。打压了他，咱们母子的日子就好过了。放心吧，额娘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你可要为额娘，也要为咱们王爷争口气啊！那是自然了。这节骨眼上还能想到哀家的女儿，永琪这孩子真是不错。是啊，旁人都顺着皇上的心意，唯有五阿哥敢于直言，是个品性端直的好孩子。
皇后和于妃懂得教子，比起嘉贵妃教永成一味只顺着皇帝的心意要好多了。是啊。秋夜清寒，五阿哥小心身子。我奉皇阿玛之命在此罚跪，李公公不必额外关照，以免牵连受责。皇上不会责怪的。李公公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皇上是责罚您不慎言，可皇上未必喜欢背后议论兄弟是非之人。有人自作聪明告了您一状，您受罚，皇上已经解气，可没被罚的那位，没准皇上更介怀。五阿哥跪了够长时间了，早点回去歇歇吧。来，回去吧。原本啊，还有五阿哥和四阿哥分宠，自从皇上斥责五阿哥罚跪，又不许理事，现在啊，四阿哥才真是一枝独秀呢。等12阿哥长大以后，4阿哥早就功成名就了，您不必与皇后娘娘计较，纯贵妃嘛，更不必放在眼里。4阿哥正得盛业，皇上有什么要紧差事儿都交给他，多得脸呐。等皇上立4阿哥为太子以后，来日的福气呀，都在后头呢。那就借各位妹妹吉言了。皇上和永成策马回来也累了，先绞了毛巾擦擦汗吧。皇上，您这刚出了一身汗，酸梅汤太收敛，冰镇的莲子汤正合适。先给永成吧，他今儿个跑得够久了。谢皇阿玛。皇阿玛骑术甚佳，儿子差一点赶不上。永成，光骑术好可不成，其他的事还要多历练呢。永成啊，近来表现得确实不错。自4月里景色的额驸入晋，朕命永成跟着傅恒到张家口去迎接。这永成啊，于礼仪上十分的娴熟，也得到了傅恒还有额驸的赞赏。这5月里准噶尔内乱后，朕命永成还有永璋同在兵部研习军务。这永成他的军事之道还有兵书，都要学习的比永璋好许多呀。臣妾谢皇上夸奖。永成，给皇阿玛夸你，你只可更用心，可不许骄傲妄行。我深知自己的不足，要学的地方还有很多，不敢倨傲。对了，朕打算忘记长白山还有松花江，回来谒永陵、昭陵、福陵。永成啊，你就随朕一块儿去吧。永成一个人哪成啊？让3阿哥也跟着吧。永璋不成事，永成一个人陪朕去就行了。听说皇帝此次谒陵，只带了4阿哥，你的永基是嫡子，怎么没去啊？永基才3岁，去了也什么都不懂，臣妾请辞了。嫡子年幼，3阿哥不得圣心。4阿哥是皇帝登基后第一子，才华出众，怪不得外头有传说，永成有继承宗挑之相。不止如此，外头还说什么世宗皇帝是皇4子，皇上也是皇4子，4是吉数，需多加礼敬。闲言碎语，怎配入皇额娘的耳？话当然是闲话，但若真有人生了这样不安分的心思，你是6宫之主，就当管束。是。永成，皇上器重你是好事，可你平时也要伸出手，让能帮你的人都帮得上忙。额娘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御史一族今年进贡，王爷特意来信，
说加倍进贡了人参、红缎，还有黄玉给额娘，够你平时上下打点所用。平日在朝中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大臣，还有家属亲眷们。额娘，皇阿玛疼儿子就够了，费这番功夫做什么？这人参、红缎难得，您自己留着用吧。就是难得才要送呢。你今日送出去的东西，都会变成来日他们为你说的话的。真的假的？平时那些福晋命妇们来给额娘请安，额娘什么时候让他们空手回去过？回去枕头风一吹，哪个男人跑得了？否则在朝廷上，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人缘？还是额娘老道啊。那是自然。如今你离这太子之位就那么几块砖了，必须稳稳地走过去，才算不辜负额娘，不辜负王爷了。儿子记住了。可是这么做会不会太显眼了？皇娘那边要是问起来，我也不好应付。皇后娘娘那儿，额娘自会打点。两广总督送了一副凤凰牡丹金项圈，额娘就先孝敬给皇后了。人在屋檐下，只能暂时先低头。可是来日，你可要让额娘抬起头啊！是，儿子记住了。明日就是五叔的生辰，邀儿子去赴宴。去吧，你五叔是皇上唯一的兄弟，必须好好应酬。额娘给你多备些礼。好嘞。永璋的福晋完颜氏已经有了身孕，你也快当祖母了，应该高兴啊。想起孙儿是高兴，可是想起儿子又伤心。如今永璋和四阿哥一起当差，不仅要看他的眼色，还要受他言语奚落。永臣的性子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永璋呢，是阿哥里边年纪最长的，等封爵开府，你们就可以安享荣华了。听皇后娘娘这样讲，臣妾就安心多了。什么？永璋的福晋真的有喜了？奴才怎敢扯谎？皇上又有皇孙了。当年先帝赐纯贵妃娘娘给皇上，为的就是纯贵妃娘娘的面相看着好生养。果然，这子孙一脉都兴旺呢。好，去钟粹宫传旨，朕今夜去瞧纯贵妃。这，其实说起来，永璋再怎样还能见上皇上一面，倒是五阿哥竟然被皇上全然冷落了，更是可怜。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奴才给皇后娘娘、纯贵妃娘娘请安。哎呀，原来纯贵妃娘娘在这儿啊，叫奴才好找。怎么了？是永璋哪里做的不好，又被皇上训责了吗？这是哪儿的话呀？皇上让奴才传旨，今夜去钟粹宫看您，您就准备着伺候吧。皇上，今儿怎么忽然想起我来了？皇上要得皇孙了，自然想起了您的好处。皇上这是念旧。容佩，去把那个项圈拿来。是。这个项圈啊，是嘉贵妃进献的，十分耀眼。本宫便把它赠予你，添一添你的喜气。多谢皇后娘娘赏赐。那臣妾就先告辞了。快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奴才也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您今日知道得知皇孙，喜笑颜开。您看这天儿是不是也比前几日好起来了呢？甚好。可见皇上这心情啊，能影响天气呢。恭请皇上圣安。停。妾身和亲王福晋乌扎库氏向皇上请安。妾身安国公福晋刘家氏向皇上请安。妾身一品诰命夫人乌雅氏向皇上请安。好，起来吧。
诸位入宫是向皇后请安吧？有心了。妾身刚向嘉贵妃请安，正往翊坤宫去。去吧。走。这命妇入宫，不是都应该先向中宫皇后请安吗？为何先到嘉贵妃宫中？嫡庶有别，这都不懂吗？这不都说四阿哥得宠，谁敢不给嘉贵妃面子呢？真是荒唐！这宫里啊，有7年没再添皇孙了。这次完颜氏有喜，朕很是高兴。永璋呀，也没有旁的才能，能够为皇室开枝散叶，也算是他尽力了。臣妾敬皇上。你这项圈挺别致的啊，这是今儿皇后娘娘刚赏的。这凤凰和牡丹，本是中宫才能用的图案，即便是皇后赏的，以后应该少用。啊，那臣妾以后不戴就是了。这项圈原本是嘉贵妃献给皇后娘娘的，也不知道嘉贵妃哪儿来的这种僭越的东西。幸好她懂得尊重中宫，送给了皇后娘娘。皇上，奴才记得两广总督上回给皇上进献过一批礼物，其中就有这么个项圈，还存在库里呢。奴才记着，你没有赏给过嘉贵妃啊，她怎么会有一个？那想必是一对儿吧，一个进献给了皇上。一个私下里给了嘉贵妃，想来这嘉贵妃的人缘儿还真是不错呀。四哥，哟，四哥，五弟，许久不见啊！哎，四哥都想你了。最近在忙什么？皇额娘让五弟潜心读书，所以才闭门不出的。哈，也是你呀，要是到皇阿玛面前，也是惹他不开心，何必呢？你这还不如在家里读几天书，等到时候，四哥替你在皇阿玛面前美言几句，兴许他就息怒了，是吧？多谢四哥照顾。没事，都是自家兄弟。于兄啊，在武叔府上喝了点酒，哎，得去眠一眠了。走一步啊。好，四哥请。